局长，是这么个情况，这个学生啊不让咱们把这些账册和那个领粮单带回去，说怕咱们带回去做假账。做什么假账啊？那个局长，我看您还是亲自过来一趟。混账王八蛋！说的吧？我不说。同学们，亲爱的同学们，就你这动静，我都听不见。我爹妈生我就这么大嗓门，要么你说。哎，随便。起来。这边需要帮忙吗？我告诉你，我是社会局过的，他马阎王管得了我手，管不了我脚。有些人跟我不一样，心肝肚肺都归他管。就这堆账，今天要是弄不完，他跟那个姓方的交代的时候，我看扒谁的皮。就算我说，你也不能睡觉吧？怎么着，支个招行吧？您好，这里是燕京大学何校长家，是急务，请务必接通顾维钧大使宅邸2号院，国防部曾督察房间。喂，哪里打来的电话？听好了，曾将军正在处理急务。除了南京来的电话，所有别的电话7点以后再转过来。混账王八蛋！怎么的？
刚刚辛苦一天就2条子，那账册都整理了吗？统统给我起来整理账册去！来，给我一支枪。局长，你要枪干什么？我今天要不毙你们几个，我告诉你，我都对不起党国。局长，不是兄弟们不愿意干，人家那个方大队长说了，咱们这仗得跟那学生会的代表一块儿整，可是人家晚上有什么联欢会，人家不配合呀，你枪毙我们有什么用啊？今天晚上我们邀请了方大队长的青年航空大队一起参加我们的联欢，所有账册全都封存起来，明天我们会派人再整理。马局长，你还想枪毙人吗？局长，这是方大队长的表妹。你们这些同学啊，听句劝，见好就收吧啊！现在是戡乱救国时期，你们为什么一定要乱中还要再添乱呢？怎么这么说话呢？你们听着，今天务必把这个账册给我整理好，他们不配合不关我们的事，整理好之后统统给我带回去。没有我们学生代表同意，谁都不能把账册带走。谁都不能同意你们做假账。对，做假账。我现在代表政府啊，命令你把这帮学生都给我赶出院去。马局长，这件事情行不通。为什么？方大队长有命令，这些账册必须要和这些学生代表们一起处理，所以你撵不走他们。国民党和共产党他妈分不清了呢啊！那好，你赶快请示方大队长去。报告马局长，稽查大队现在正在休息，不到6点钟，我们是不能打扰的。是都一夜没睡呀！啊，我们也累了一天了，啊，他们去睡觉，现在又不让我们查账，还要开什么联欢会啊？你们俩睡觉，你们俩睡觉。往哪儿看呢？看我！看我！去救！听我说，想办法把民调会那帮混蛋赶走，要不今晚联欢会被他们搅和了。那所呢？要不队长那儿，我们怎么出去啊？看我的。浮云散，弯月圆。队长，您醒了？你知道最让人难受的是什么吗？队长，我不知道，请您指示。3岁没娘，5更离床，姑娘，你让我难受了，知道我怎么整你吗？队长，现在不是5更天，是下午5点半了，再整，您也不会整我的。来，躺。是。集合，穿好衣服，执行任务。好啊，这工作是没法干了。辞职，我现在
就向北平市市政府辞职，不干了。说好啊，这账可都在你们军营呢啊！以后查不清楚，别再找我了。走。走吧，走。跑得快，跑得快，跑得快，一直没有尾巴，一直没有耳朵，真奇怪，真奇怪。哎，同学们，大家赶快帮忙，把这些粮单收据都封存起来。不然，同学们召集起来，通知大家晚上开联欢会。好。女同学都跟我过来，走吧。都过来。我们燕大学生会代表东北的同学和北平各大学的同学，真诚邀请你们青年航空服务队参加我们今晚的联欢会，感谢你们站在人民的一边。必须经过我们大队长同意才行。我们去邀请。小玉，我们俩一起去吧。我看行，这样你和何小姐进去吧。小玉，走了。何小雨同学，谢木兰同学，这可是我们广大同学的愿望。放心吧，他一会儿不去，我们一人一边一个，把他拉过去。走。就送到这儿吧。现在你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顾大使宅邸，直接报告曾将军，今天晚上的联欢会开不成。这怎么可能呢？我怎么向曾将军解释？我去解释，你快去吧。是。大哥。来，吃的。你到底去不去？你不去，我可不吃你的糖。你不吃都给他吃。来，拿。必须去。下来，我衣服脏。我不管，你一定要去。那行，那你就这么趴着。下来。下来，把衣服给我洗了。你答应了？洗得干净吗？他答应了。肖玉。肖玉，你看他这领子这么脏，我可洗不干净。你过来帮帮我吧。来，那可不行啊！你是我妹妹，人家可是客人。那你还当着人家面不礼貌？我怎么不讲礼貌？怎么不吃糖？方大队长，我们是燕大学生的代表，不是来这儿吃糖的小孩。
我是小孩。把衣服放下。37年8·13之后，我的衣服全都我自己洗。你是不是又要变卦不去了？木兰，我来洗。好。你放下。我刚才说了啊，我的衣服从来不让别人洗，包括我外面那些弟兄，他们也不能洗。我代表东北的同学和北平的同学帮你洗，行不行？扯淡！我的衣服和东北同学、北平同学有什么关系？大哥，哎，我说你们俩今天这是怎么了？你今天太过分了。我可没别的意思啊，我只是不愿意做别人强迫我做的事情。你是说我们强迫你参加联欢会，还是说我们强迫要帮你洗衣服？我现在说的是洗衣服。8·13，帮妈妈跟我妈是同一天遇难的。要是我妈在，她要帮你洗衣服，你也这么说吗？对不起。集合，全体集合！方队长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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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都问你好呢，怎么不回答呀？我应该怎么回答？就跟同学们说，同学们好呀。又不是检阅，扯淡。同学们都饿了吗？饿了。早就饿了。陈常务、邵元刚，到。开饭的时间到了，你们去炊事房把所有的馒头、稀饭都拿到这里来。是。走了。方大队长，你们来参加我们的联欢会吗？什么事情都没有吃饭的，不一定能吃饱。我请大家先吃个饭。一共多少馒头？方队长，一共50个。 37个同学，里面还有一位，加起来每人1个馒头都不够。我这个课请的寒碜啊！报告队长，我们18个人，每个人半个，队长1个，其他同学每人1个，还剩2个。方大队长，我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有名的老仙儿，祖上开过好几代的票号，账算得精，也算得准，我们就听他的。 同学们如果瞧得起的话，就每人帮我们吃个馒头，就这样了。男同学自己拿。姑娘到。女同学的，你们挨个送，一定要送到手里。粥，均着分。是。来，几个男同学，那边帮忙把人椅搬过来。好。 用餐了。用什么餐啊？我大哥把馒头都分给同学们了，每人分1个，他们就只剩半个了。好些同学都感动得落泪了。公主，请用餐吧。你叫我什么？有给大兵洗衣服的公主吗？当然没有。 那给王子洗的呢？
公主，你说什么呀？真的不高兴了？你这衣服洗的可真干净。答应我一句话，就算我求你，好吗？你说。记住，你的大哥也是我的大哥，永远是我们的大哥。他本来就是我们的大哥嘛。要不我们再立个约定，新中国不成立，我们都不嫁人，好不好？那也不许爱上别人。做不到了吧？梁先生来了。梁先生怎么会来这里？联欢会可能会取消。那这个事情就这么决定了，我们马上组织一下。立正！面对被国民党铁血救国会高度怀疑又高度重用的方梦敖，梁经纶突然预感到自己的命运和眼前这个人的命运从此连在一起。何孝玉那惊愕疑惑的目光无法顾及了，严春明以及严春明背后的北平地下党无法顾及了，曾可达以及曾可达背后的国民党铁血救国会也无法顾及了。他要利用这个人来推行蒋经国布置的币制改革，给共产党和国民党同时下一招狠棋。求呀！梁先生，请过来。敬礼！放下。知道今天发粮为什么让你们都睡觉吗？很简单，我们都不懂经济，就像平时飞行训练，不懂就不能上天，但是有人懂。比方说今天帮助我们监督民调会发粮的这些同学们，他们就是学经济的。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最懂经济的人，燕京大学经济系梁经纶教授，他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何其仓先生的最好的学生，经济学博士。我们平时没有机会读书看报，所以不知道很多揭露孔家、宋家、揭露贪腐的文章都是他写的。现在我要向大家宣布两个消息，一个是你们高兴的消息，一个是你们不高兴的消息。不高兴的消息就是今晚的联欢会取消了，原因很简单，北平的学生、教师还有那么多人在挨饿，所以没有必要搞什么联欢。高兴的消息就是同学们帮我们请来了梁教授，现在我代表整个大队，欢迎梁教授给我们讲一讲怎么样去查北平那些贪腐的案子。
党不可，无党不可。长官，今晚的联欢会取消了，要不要立刻通知？通知，你们都去，分头通知，立刻取消行动。我们的人一个都不准去雁大，快去！是。为什么会摔碎了呢？长官，我没有问你们，去吧。报告长官，刚才那只杯子是属下不小心打碎的，属下愿意接受处分。长官，这不能怪王副官，是我递过去不小心摔的。这只杯子是我把它打碎的，以这种方式掩饰上司的过错，绝不可为之。任何时候都要以精诚面对党国，面对领袖。是。快去吧。请接南京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秘书值班室。王秘书吗？我是曾可达，请你是否能代表我立即向剑锋同志汇报？谢谢，请记录：中共北平地下党取消了今晚的联欢会，绝不是一次单纯的政治行动，而是他们已经通过潜伏在我经济核心的那个人，察觉到了党国即将推行的币制改革的经济行动方案，察觉到了剑锋同志重用方梦敖及其飞行大队的重大意义，且怀疑上了梁经纶同志。当务之急是必须立刻解决潜伏在我经济核心的那个关键人物，对，就是方步庭身边的那个人崔宗实。解决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方步庭的配合，因此我建议我立刻去见方步庭，跟他摊牌，争取方步庭的配合。报告完毕，我等待剑锋同志的指示，拜托。我和你们一样，是痛心于4亿5千万同胞正在受着战争、腐败苦难的一份子。我不懂得政治，也不懂得军事，
但是有一点我懂，为什么经历了8年抗战之后，我们这个民族还要发动内战？战争这种政治的最高表达形式的背后，到底代表的是谁的利益？我是学经济，从经济学的角度，我只能说，这一切都与经济利益有关。有感于方大队长的真诚，有感于你们到了北平之后，尤其是今天为人民所做的事情，我愿意将我有限的认识向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梁先生，请稍等一下。木兰同学，桌子上有纸笔，麻烦把梁先生的话都记录下来。好，来帮忙。现实国家所谓的金融机构，包括4行2局1库1会。4行就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业银行；2局就是国民政府的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1库就是中央合作金库；1会就是全国经济委员会。这4行2局1库1会一共有1170个单位，职员24000人。也就是这1000多个单位，2万多人，掌握着全中国的财产。可是，在国民政府的总预算里，却没有他们的科目；财政金融主管部门却没有他们的案卷；主持审计的机关里边没有他们的记录；考试权术的机关里没有他们的影子。为什么呢？因为在暗中操纵掌握这8个行局库会的20个人，全都是高居在国民政府各部委之上的要人。换句话说，也就是这20个人掌握着国家整个财政金融大权和全体人民的命脉，决定着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命运。都记下来吗？记下来了。我想请问梁先生一下，梁先生刚才说的这20个人，包括不包括央行驻各大城市的分行行长？不包括。央行驻各大城市分行的行长，只不过是这8个行局库会1170个机构的理事或者监事而已。他们替这20个人和他们的家族卖命，却还掌控不了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多谢梁先生解答，您请继续讲。就是这4行2局1库1会，在这20个人的操控下，打着商贾的旗帜，披着国家的外衣，右手抓住政府，左手绑架人民，一脚踏在中国，一脚跨在外国。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全中国的外汇储备是5亿美元。大家知道这5亿美元其中有多少是中国政府，是中国人民呢？我告诉大家一个数字，其中3亿3千万就是属于这20个人的。为什么今天的中国有那么多的人民在挨饿？今天到你们这里来领粮食的东北流亡学生就是一个缩影。5亿外汇储备，只有1亿7千万在政府的手里，军队要开支，那么多的政府机关要开支，现在就连许多公教人员都已经不能养家糊口了。请问，还有什么剩下的钱能够拿出来救济人民？就这么一点不得不拿出来救济人民的钱，还有人要从人民饥饿的嘴里边掏出来，塞进他们的口袋。尊敬的方大队长，尊敬的青年航空服务队的青年朋友们，今天我到这里来，不是要阻止同学们用联欢的形式向你们表示敬意，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到该联欢的时候。同学们，请大家和我一起，代表北平
百万苦难的同胞，向他们鞠躬致敬。敬礼。关于梁经纶同志，我现在就明确答复你，他在中共组织内部所能发挥的作用，尤其是即将推行币制改革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别的同志不能取代的，也不是你所能取代的。他不只是我们组织内最为优秀的经济人才，也是能够应对各种危险考验的政治人才。你现在的任务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保护好两个人，用好两个人，一个是方沫儿，还有一个就是梁经纶同志。是。如果同学们愿意，我想向大家提几点请求。方大队长，请说，我们愿意。我还没提呢，你们愿意了？我们愿意。好，那我说了，我要请大家留下来，帮我们把今天发粮账目的收条整理出来，然后给我的队员补课，把梁教授今天讲的报告给他们讲得更清楚一些。你们愿意吗？愿意。同学们愿意吗？我们愿意。田武，到。这里你来负责，我出去啊。是。请帮我接顾维钧宅邸曾可达将军。请问出什么事情了？方大队长，我们好像没见过面吧？鄙人姓单，和方大队长的弟弟同一部门共事，填任北平警察局副局长。在机场接徐局长的时候，鄙人见过方大队长。啊，单副局长，这里出什么事情了？没有啊。方大队长有什么发现吗？没出什么事情，干嘛派这么多人来啊？而且还是单副局长亲自带队。戡乱救国时期，例行公事，例行公事。哎，正好，我要找一个人，这个人和国防部调查组的公事有关。既然单副局长在这里，麻烦单副局长帮我把这个人找出来。方大队长要找谁啊？中央银行北平分行金库崔副主任。崔副主任。他住这儿吗？我给你去问问啊。不用问了，前面那棵大树左转，正对那门就是。麻烦单副局长立刻把这个人找出来，我在这儿等。啊，好好。方行长。请。方行长，
请。请坐。方行长，有件宝礼，可托我送礼之人情谊很重，请方行长过来看看。对不起，忘记告诉曾将军，方某替政府在北平从事金融工作，从不敢受人之礼。方行长之清廉谨慎，我们知道，可这件礼物与方行长的工作操守没有丝毫关系，您必须接受。必须接受？至少您得过来先看看，如不愿接受，我再带回去交还就是。范大生先生的手艺，方行长真是法眼呀！这把壶按眼下的市价，不知道值多少啊？500英镑吧，折合成现在的法币，一辆10轮卡车也装不下。曾将军，能否不要说出送礼人的姓名？这件礼物，方某绝不敢收。那我就不说。收或不收，方长，请先鉴赏一下。我先接个电话。好。喂。啊，是在这里。曾将军，你的电话。我的？不好意思，我是曾可达。方大队长是国防部经济稽查大队的队长，谁给你们的权利说他不能见崔副主任的？单独接出去也很正常。无论是你们还是北平警察局，都无权干涉。方行长，能不能在您这儿我再拨一个电话？当然可以。如果谈公事，我可以到门外去等。方行长，已经是喧宾夺主了。我要讲的是，方行长完全可以听。曾将军是希望我听？失礼了。李营长吗？我是曾可达，立刻带一个班找到方大队长，从东中胡同往西北方向去的。记住，保持距离，只是保护方大队长和崔副主任，不得干涉他们的谈话。我想知道什么是4行、2局、1库1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是4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会业局叫2局，1库是中央合作金库，1会是全国经济委员会。一共有多少个单位？1700个单位。控制这1700个单位的，一共有多少个人？一共有1700个理事和监事。
你能说出这1700个人的名字吗？是他们需要这1700个人的名册吗？哪个他们？我的背后已经没有任何他们了。如果你说的他们指的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那我就不问了。毛的，这1700个人的名字你说不出来，那20个人的名字应该好记吧？找一个地方停下来，我们慢慢谈吧。什么地方？你说。去德胜门吧。为什么去那儿？当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就是从那儿进的北京城。好，就去德胜门。停车！什么番号？长官，你们是来保护我的？是。那告诉他们我什么番号？是。哎，怎么回事？动员番号知道吗？这里到最近的什刹海需要多长时间？最北边的后海10分钟就到。这里没什么李自成，只有李宗仁和傅作义。就去最北边的后海吧。报告营长，方大队长往那条胡同去了。快叫人跟过去。是。这片竹子是您搬来以前就有的，还是后来栽的？搬来以后栽的。难得呀！这让我想起我的老家，屋前屋后还有山里，全都长满了竹子。方行长，您在无锡的老家府邸是不是也长有竹子？是啊，少小离家，老大难回，30多年了吧？30多年了。说来惭愧啊，我离开老家才有3年。正如方副局长今天在顾大使的宅邸说的，3年前，我还在赣南老家的青年军里当副官。我听说了，孩子不懂事。难得曾将军不跟他一般见识。方行长言重了，在您眼里，我们都只是晚辈。要是搁在清朝，方行长，我和您还可以算是同乡。江西、江苏，在清朝同属2江，归一个总督管。再加一个安徽，3个省归一个人管，未必是好事啊。我完全赞同方行长的见解。要是一个省或几个省各自归一个人说了算，那就是分疆割据，其结果必定是乱了国家，苦了人民。所以中国只能是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只能有一个领袖，就是蒋总统。就这一点，抛开同乡不是同乡，我想无论是方行长，还是方大队长、方副局长，我们的观点应该是一致的。我们的观点不一致吗？可是有人希望我们的观点不一致。中共可天上除了太阳，还有一个月亮。这个月亮在天上是只有一个，可照在大地上便无处不在。方行长，我这话的意思，希望您听得明白。曾将军的意思是在跟我讲朱熹的“月印万川”的道理吧？方行长睿智。我这里没有江河，也没有湖泊，不会有川中之月。方行长，中共这个月亮，
它只要一盆水便能映出来。我这里有那盆水吗？有。崔中石，浮云散，明月照人来。3年前你第一次到杭州去看我，唱的就是这首歌。这歌你当时刚学的吧？不是，见你以前我早就会唱，只是从来唱的就不好。唱的好不好，是不是刚学的？这个我听得出来。你干脆说，到现在我还在骗你。骗我什么？有这个必要吗？真要骗你，就有必要。什么必要？因为我从来就不是中共地下党，因此你也从来就不是什么中共地下党员。这3年多，你跟我说的一直都是假话。也不全是。哪些是？哪些不是？我也不知道。把衣服脱了，跳水里去。啊？你跟我说过你不会游水。把衣服脱了，跳水里去。我要是真的不会游水，跳下去就上不来了。你不会上不来。方行长一定要证据。没有证据，你们就是把崔中石带走了，哪个法庭也不能将我们央行的人审判定罪。方行长，我们拿出崔中石是中共特工的证据，送到南京公开审判，这样好吗？一个中共的特工在您的身边被重用了3年之久，致使他掌握了许许多多中央银行金融核心情报，这对您有什么好？还有，这3年来，崔中石利用您的关系和您在空军的儿子密相往来，这对方大队长又有什么好？既然是这样，你就让我回家带些换洗的衣服，跟曾将军走就是了。方行长，不管我说过多少假话，现在我跟你说几句真话。在我家里你也看到了，我有一个儿子叫薄情，一个女儿叫做平阳。我以薄情和平阳的名义向你发誓，下面我说的全是真话。我不是中共地下党，你也不是中共地下党，这都无关紧要。可当时你加入了共产党，本就不是冲着我崔中石来的。你不是因为信服我这个人，才愿意跟随共产党，而是你心里原本就选择了共产党，因为你希望救中国，愿意为同胞做一切事情。你不要相信我，但是要相信你自己。
出什么事了，长官？拖回去，抓回去。好，好。脱衣服，跟我下去救人。别脱了！来，快帮忙，快！来，拉一把，快！国民政府不可一日无中央银行，中央银行不可一日无北平分行，北平分行不可一日无方步亭行长。我必须要告诉方行长，这几句话不是我讲的。现在不是清朝，我更不是左宗棠，现在是中华民国宪政时期。要是我方步亭真做了危害国家的事，有法律在，谁也保不了我。因此，这几句话是谁说的，对我并不重要。时不同而理同。当年左宗棠也正是因为没有干什么危害大清朝廷的事，那些人才能保住他。同样，南京方面也相信方行长和方大队长从未有意干过危害中华民国的事，才托我把这几句话转告方行长。和当年要保左宗棠一样，现在南京方面保的也并不是方行长和方大队长个人，而是国家眼下危难的时局。东北、华北和共产党的决战即将开始，中央银行北平分行担负着保证前方军需供应和平津地区各大城市经济稳定的重任，无人能够替代方行长。不管方行长认为我刚才说的那几句话重不重要，我都必须转告。这几句话，就是给您送茶具的那位先生对您的评价，也是他对您寄予的厚望。方行长也看到了，为什么这套茶具是1把茶壶、3只茶杯？以我的浅见，这把茶壶代表的是北平分行，3只茶杯代表的是方行长和您的2位公子。希望方行长不要辜负送您这套茶具的那位先生的一片苦心。这套礼物我收下了，请曾将军代我转达谢意。好，我回去之后立刻电告南京，转达方行长的谢意。可南京方面更希望能听到方行长对中共潜伏在您身边的那个崔宗实的处理意见。方行长，北平分行是党国在北方地区的金融核心，
我们的经济情报再也不能有丝毫泄露给中共，还要防止这个人将中央银行的钱通过秘密渠道转给共大。更严重的是，我们要防止他进一步的将方大队长和方大队长的飞行大队诱入歧途。南京的意见是，最好找一个合适的理由，让他秘密消失。是你不信任我的，还是上级不信任我？没有什么上级。我告诉过你，我不是共产党。你太不会说假话了，从你跳水那下就看出来。你太诚实。我敢往水里跳，是我知道你水性好。天这么黑，我水性再好不一定找不到你。那就是我该死。这3年来，我把我所有的真话都跟你讲了。在这个世界上，包括我过世的母亲在内，你最了解我。你应该知道，我最痛恨的人，就是欺骗我的人。把衣服穿上，我送你回去。能不能帮我找一下眼镜？谢谢。拿去。我不需要。不是送给你的。送谁的？替我送给周副主席。哪个周副主席？你说你见过周副主席，这该不是编出来骗我的吧？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什么周副主席。这块表我没有办法转送。这块表，你必须转送。不管是通过国民党也好，还是通过共产党也好。总有一天，我能知道这块表到底送没送到周恩来先生的手里。我尽力吧。
去打电话，叫姑爹立刻回来。姑爹在哪儿啊？总在那几个股东家里，你打电话去问嘛。你别着急，我这就去打电话。小雨同志，刘叔，军营的联欢会别开生面吧？男同学还在帮着查账，女同学都在帮飞行大队的人洗衣服。你提前回来，没人怀疑你吗？我爸爸身体不好，同学们都知道。我急着把你找来，是想给你介绍党内的一个领导同志，你要有思想准备。你们单独谈。打听清楚了，郭府跟徐老板在一块儿，是在他徐家成立的府邸，还是在他燕大的园子里啊？在西郊的园子里。这么晚了，他怎么回？叫孟伟去接。好，我跟孟伟打电话。莫兰还在孟敖他们那里吧？对不起，谢叔叔。我今天来见你，把你吓着了。没有。我只是想问，这么多年，您在方叔叔身边是怎么过来的？我知道你是想问，我隐藏的这么深，为什么今天要暴露身份前来见你？组织上，遇到严重的困难了。这个困难本不该你来担，因为牵涉到党内一位重要同志的安危，又牵涉到一位我们要争取的重要人物的安危。组织上经过反复研究，才决定让我来见你。希望咱们两个把这个艰巨的任务担当起来，只有我们才能保护好这两位同志的安全。谢叔叔，我以后还能叫您谢叔叔吗？不是还能，是必须叫我谢叔叔，永远都叫我谢叔叔。以后我们见面的时候会很多，我要像以前一样见你，你也要像以前一样见我。我能做到，你能不能做到？我怕我做不到。做不到就不要去勉强。以后咱们再见面，完全不会像以前一样了。
你可能会有些不自然，不自然也是正常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身份可能以后会是你的姑爹了。姑爹是什么意思？方梦敖就叫我姑爹，这意思你懂吗？这一点我恐怕做不到。这个任务，请求组织重新考虑。说说理由。我并不爱他，所以我不可能跟他一块叫您姑爹。我连我自己都不能说服，不要说瞒不过方叔叔，更瞒不过他背后国民党那些人。谢培东想过，何孝玉接受这个任务时会尴尬，会害羞，却没想到他会这样不接受方梦敖。重要谈话出现重要问题了。这一点组织上倒是没有考虑到啊。我们能不能换个角度，小雨？比方说，孟敖是个孤儿，我不明白谢叔叔的意思。他没有母亲，也没有父爱，但是他心里有个母亲。他见不着他这个母亲，有一个可以让他见到这个母亲的人，现在很危险，不能和他见面了。你愿意不愿意从这个角度去和孟敖相处？跟他相处实在太难。不难，组织上也不会让我暴露身份来找你了。谢叔叔和你们不是同一辈人，也不了解你们的感受。你刚才说你不爱孟敖，那咱们能不能在爱字面前再加上一个字，疼爱？这样你能不能做到？还有20分钟，孟伟就要来接我了。你也不要久留，早点回家。我顺便想问一句，学运部梁经纶同志是不是一直住在你们家里？好像是南京财政部需要我爸提供一份论证币制改革的咨文，梁教授这一段都在帮我爸查资料，有时候住在我家。有问题吗？没有问题，这些组织上都了解。要说有问题，孟敖一定会来找你，希望你在思想上做好准备。他要来找我？这也是组织安排？组织上不会做这种安排，是分析。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孟敖现在是个孤儿，以他现在的处境和性格，一定会来找你。我用什么身份跟他接触？
就按学运部梁经纶同志对你的要求，以进步青年的身份和他接触。具体接头的时候再告诉他，是北平地下党让你接替崔中实的工作，和他单线联系。谢叔叔，学运部也是地下党领导的组织，为什么不能让梁教授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何小玉同志，你和方梦敖同志是单线联系，这是绝密任务。除了我和老刘，学运部的梁经纶同志，包括严春明同志，都不能知道你地下党党员的身份。至于你个人感情方面，组织上相信你会正确对待。做啥？侬哪能有搿个门个样子啊？侬讲介凶做啥啦？我另外配一部勿可以啊？我真的是。侬哪能敢私自配我账房个样子啊？侬进来看过我账了？哎哟，侬哪能好对我介凶个啦？我哪能啦？我也就是今朝顺带便去配了一部呀。哦哟，进也勿帮我进来嘞，我还看侬账嘞。哦哟，侬看看侬喏，搿两天侬勿是关了窗就关了只门，那我怕夜市嘛，好帮侬送夜宵呀。啥人叫侬送夜宵啦？钞票多到用不讲了。夜市呢？夜市呢？喏，搿搭。我生气啊！侬对我介凶！我告诉侬啊，明朝带海小人回上海去，侬一家头死来保平，没人睬侬。我明朝跟方行长，我谢乡里讲讲看，叫伊拉想想办法，让侬把小人接回上海去。你知道今天曾可达来，
跟我说什么了吗？怎么说？借刀杀人。你知道今天曾可达来跟我说什么了吗？怎么说？借刀杀人。杀谁？你知道的。杀崔中石，他们也太狠了吧！借央行的刀杀央行的人，总得有个说法吧？只要说出共产党3个字，还要什么说法呀？你怎么看？得往后看。怎么说？他们用这把刀杀了崔中石，接下来也会用这把刀再杀了我们。这其实跟共产党没什么关系。那跟什么有关系？还是那个字儿，钱。哎呀，是啊。你什么时候能把崔中石的账全部移交到你这里啊？牵扯的面太多了，日夜做账，最少也要3天。那不行，明天你就得把账全部接过来。不可能，我详细问过了，这里边牵涉着孔家、宋家和美国的交易，还牵涉着负责以西北军那些商家的生意。徐铁英又打着中央党部的旗号插了进来。他们急着想把侯俊堂他们空军的股份转成党产和私产，哪一笔账不做平，铁血救国会那儿就过不去。说来说去还是我失策呀。裴东，你说崔中石会不会把钱转到共产党手里去啊？哎呀，我在问你呢。好，既然行长自己认定的事情，还问我干什么？你是认为崔中石不是共产党？那就认定他是共产党吧。如果他是共产党，帮着那么多上层洗了那么些黑钱，一旦捅出去，首先孔家、宋家就下不了台，这还牵涉到西北军、中央军、军统、中统，甚至是中央党部。行长，愣要说崔中石是共产党，我看这个案子只有总统本人亲自审问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承认崔中石是共产党？不用我们否认。他曾可达，甚至是他背后的人，也不敢咬定崔中石是共产党。他们口口声声说崔中石是共产党，抓走就是了。为何又来找行长？他们自己都不敢做的事情，让行长来做。我看这就是曾可达今天晚上来的目的。这个我也知道。我刚才问的话，你还是没有回答我。崔中石会不会把央行的钱转到共产党那里去？行长忘了，在崔中石那儿走的钱，每一笔都有一双双眼睛在盯着，
他们能让崔中石转走1分钱吗？你还是不懂共产党啊！他要真是共产党，就一定会想方设法把这些钱转走。所以明天你一定要把账全部接过来。忘记告诉你了，徐铁英派了很多警察，在崔中石的宅子外面守着。崔中石一步也离不开，去哪儿都有人盯着。行长就不要担心崔中石转账的事儿了。3天之内，你一定要把崔中石手中的账全部接过来。账接过来以后，行长打算怎么处理崔中石啊？不是我要处理崔中石，我刚才跟你说了，曾可达代表铁血救国会向我下了通牒，叫他消失。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要是没有共产党的这个背景啊，崔中石这个人我是要保的。这么些年，做人做事都替我挡着。我就弄不明白了，好好的一个人才，偏偏就是共产党，还牵连着孟敖。有行长这几句话，我的话就能说了。我就是想听你说呀。崔中石不是共产党，行长要保他；是共产党，行长也不能杀他。说出你的理由。留退路。眼下这一关都过不去了，哪还有什么退路啊？想办法，眼下这一关要过去，退路也要留。有这样的办法吗？孔家的扬子公司说过好几次了，想让崔中石去上海那边帮他们。行长要是同意，我就暗地里跟孔家露个口音儿，等他们把他要过去了，再杀崔中石，就跟咱们没关系了。更重要的是，行长也不用担心崔中石和孟敖之间再会有什么关系了。徐铁英的警察局是不是日夜守着崔中石啊？24小时都有人盯着。那就好办了。徐铁英不是想要这20%的股份吗？孔家的口音你不要去露，让徐铁英去露。为了这20%的股份，徐铁英也会配合孔家，把崔中石送去上海。这样是不是有点把这个事情弄复杂化了？现在这个时局没有复杂和简单了，你不要卷进去，也不要让孟伟知道。最要紧的退路，就是想办法尽快的叫孟敖去美国。下午你们的晚餐都给学生们吃了，现在一定饿了吧 ？Thank you。你们能不能不说英语？谢谢。
有没有刀叉？也不是什么西餐，要刀叉干什么呀？跟那些美国佬在一起待久了，习惯了。我再去看看还有什么吃的。不用看了，再找也找不出什么了。你怎么知道我们家就找不出吃的了？如果能找出吃的来，你就不会只煎2个馒头片了。那么多教授学生在挨饿，你爸是有能力拿到更多食品的，但他不会。你们家的钟为什么不响啊？我爸一听见钟响就会醒。你也看不见钟，你怎么知道12点了？我要是只长了一双眼睛，怎么看见从后面突袭来的敌机啊？我爸得明天早上5点才起床，你还是明天早上来吧。那就换个时间，我明天还要去查民事调配委员会。多谢你的馒头和牛奶，下次来我给你送袋面粉。不要，我爸不会要的。就说是我送的。再见。截止到昨天，晋中大部分地区已被共军占领。徐向前亲率共军野战军第1兵团，晋绥、晋中和3个独立旅约8万余人向我太原逼近，对太原形成包围之势。梁金伦同志，以你的观点分析一下，共军的这次军事行动，其真正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经济困难会更大。请说说你的看法。太原是山西的经济核心，说穿了就是西北军的主要军需来源。共军这是要切断傅作义将军在华北几十万西北军的军需供应，这样一来，傅作义在华北的几十万大军的军需全部要靠中央政府来供应，雪上加霜。精辟。海达同志，我完全领会了剑锋同志这个时候来叫我看战报的意思。反共必先反腐，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从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的贪腐案切进去，彻查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贪腐烂账。金融不能再操纵在那些贪污集团的手里，国府必须控制金融。具体方案、具体步骤。再大的事情，也得靠人去做。我今天见到了方毛，更加深刻地领会了剑锋同志重用这个人的英明。在北平反贪腐，方毛跟他的飞行大队是一把真正的剑。问题是，这把剑握在谁的手里？当然不能握在共产党的手里。
是他心里只认共产党呢？你有更好的想法？没有。共产党学运部已经同意了我的建议，何孝玉已经作为地下党的联络人，在和方孟敖联络了。有什么问题吗？我只是感觉，中共北平地下党不应该就这么简单的接受了我的建议。可达同志，我感觉中共北平地下党已经怀疑上我了。从今天开始，我不再主动联络你，有事你来找我。以往和你联络过的同志，我会通知他们，一律不得再和你接触。共产党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这样行不行？感谢组织的理解，请可达同志向建峰同志汇报。下面我要完成的任务，请讲。第一，我抓紧促成何其桑拿出币制改革方案，让他去说服斯图雷登大使，争取美国的储备金援助。第二，我尽力争取中共北平地下党让我作为跟方孟敖的单线联络人。非常好，今晚我就向建峰同志汇报。还有什么需要组织上的支持？只有一条，彻底切断共产党跟方孟敖的其他联系。放心吧，和方孟敖唯一单线联系的那个人，这几天就会消失。我可以走了吗？谢谢。请稍等。喂。知道了。你们现在全部撤离，传达我的命令：所有人从即刻起，不准再和梁教授联络。听清楚没有？方孟敖去了何孝玉家，谢木兰现在还在书店等你，你见不见她？我走了。莫兰，去把唱机的音调开大声些。都吵死了，还开大？懂事些吧，快去。我知道，是为了给大哥听嘛。崔中实调走了，你可以代表国防部调查组去查北平分行的账了。我是学开飞机的，不是学经济的。你们那些什么四行两局一库一会的账，我看不懂。
是啊，他们为什么要调一些不懂经济的人来查北平分行？我是行长，可钱不是我的，更不是崔副主任的。崔中实一直在替我做事，我不能让我的手下替我挨账。现在你姑爹把账已经全部接过来了，你姑爹会教你怎么看，怎么查。请您能不能去打个招呼，让他们不要再放这首歌了。木兰，知道，还放这首。小妈，你就不怕家人烦吗？我想也是。那就再放一遍。关了。关什么？我唱机关了。对不起，刚才那个招呼应该我去打。您请坐吧。我问您几个问题，您愿意的话就回答，不愿意可以不回答。代表国防部调查组吗？代表我自己。问吧。3年前，崔副主任到那杭州看我，是不是您的安排？是家里人的安排。这个家从来都是您一个人说了算，没有您开口的话，谁还会安排他去看我？那就算是我的安排吧。我想知道，您是怎么安排的？崔中实对你说了什么？您还没回答我的问题。我不明白你到底想问什么。刚才放的那首歌，崔副主任是怎么知道我妈生前喜欢的？应该是孟伟告诉他的吧。半个月前，崔副主任去南京活动救我。孟伟应该没有那么大能力吧？他当然没有这个能力。那也是您的安排？我不应该吗？您就不怕我是共产党？你不会是共产党。国防部可是以通共的罪名起诉我的，您怎么知道我不是共产党？我请中央党部的人调查过。那如果他们调查过之后，确认我是共产党，您还会不会救我？也会。为什么？因为你是我的儿子，因为我欠你的。那如果我不是您的儿子呢？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比方说，如果他们抓的人是崔副主任，您还会不会救？小三子拉厨子，一拉拉到路嘎子，吃了一包香菇子，香吃了一包。你先说，我特别里在沟里的。你，重来。好，小三子拉车子，一拉拉到陆家嘴，吃了一包香瓜。方副局长还等着呢，不要找了，什么要紧东西找到了也拿不走啊。哦呦，不带上海吃什么5点半的火车，还有时间。我打了海包吃西瓜。叉一股子，叉一裤子，叉。你是徐局长还是行长让你来送我的？我答应过你，只要离开我大哥，我拼了命也要保你一家平安。我要走了，信不信我都要告诉你，我不是什么共产党，你大哥更不是共产党，我不需要谁来保。哎，好，饱了。我们不要死了啊！哎呦，不客气，没关系。你说，司法姐，这是干什么？跑！这么多跑的，别让崔副主任知道。好，不说。我哪？崔副主任来行李。小三子拉车子，一拉到路家。这樟木箱子，抬起来。哎，好。哎，还有一个嘞。哎，你怎么在这儿站着？我问你，刚才出什么事儿？电话里发那么大火啊？请马副主任让我看看手里是什么东西。啊？这我这儿画，我想让你们局长鉴赏一下。您慢点，麻烦马副主任把手抬一下。干什么呀？如果带枪了，请留在这里。我到你们这儿带枪干什么？你是要搜我的身吧？我是例行公事，请马副主任不要为难我。不是，他是警察局长，我是民政局长，谁规定的我见他必须得搜身呢？马副主任搞错了。现在我们局长是代表南京国防部调查组询问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的涉案人员，请您配合。好，老子配合啊！来，用不用把裤子脱下来啊？您可以进去了。顺便我给马副主任提一个醒，我们在南京中央党部工作的时候，连叶局长跟陈部长都从来没对我们称过老子，请您今后注意了。好，哎呀，在你们面前，老子就是孙子。哼，可以吗？给我抓紧查，尽快查清香港那个账号。马上采取行动。廷兄，是不是曾可达察觉什么了，给你施加压力了？曾可达代表国防部，我代表中央党部，他可以查案，我也可以查案。不是，那到底发生什么事啊？你总得给我透个底吧？你们瞒着我干的那些事，
还要我给你掏个底？我们瞒着你干什么了？啊？哎呀，我祖宗，你给我露个名字也行。那我就给你先露个名字。你说，侯俊堂。侯俊堂不是毕业了吗？你是说那个20%的股份吧？我告诉你啊，昨天那笔钱已经汇到香港那个转账账户上去了。哪个账户？你那个转账账户啊？哪个我的转账账户啊？你看清了啊？这是你们在香港哪家公司的账号？我们在香港公司没有这个账号。这个我们指的是谁呀？是崔中石，还是扬子公司？这一定是他们新开给崔中石的账号。我马上打电话问他。你说我是问北平分行还是问扬子公司？转账的事方不停参与了吗？他要参与就不让崔中石干了。那你还问我干嘛？我问那个姓孔的。查阅账簿，谢培东惊愕地发现，崔中石已将许诺给徐铁英的汇款秘密汇给了地下党驻香港的长城公司，这无异于将自己的身份公开暴露给了徐铁英。谢培东紧急电告华北城工部改变救援方案。北平急电，直接发给刘部长。知道了。主任同志，北平3号同志发来的急电。这个同志啊，你告诉我，津浦线今天晚上从天津到上海的列车几点钟可以到达沧州火车站？应该在半夜1点到1点半这个时间。你马上安排一下，看看我们在沧州敌工部的同志能否在这趟列车上把一个重要的同志和3个家属营救下车，并且连夜护送到解放区。
把人从火车上接下来没问题，但是要到解放区，要经过敌人的防区，我们的人手不够啊。请求华北野战军支援。我是华北局成工部，请把电话转到华北野战军司令部。我有重要的情况，直接向华野首长请示。马上给北平3号回电。就8个字：保护自己，勿再来电。是。情况是这样的，这个同志啊，冒着自己被捕的危险，把中统贪腐的这笔钱汇到香港，接济那些民主人士的。对呀，是立了大功的。啊，对了，还有，下面我们要了解国民党将要推行的币制改革，这个同志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意见是争取时间啊。赶在北平中统和警察局这些人发现之前，今天晚上在沧州车站把这个同志一家营救下车，连夜护送到解放区。请华野首长派出沧州最近的部队接应。好的，谢谢，谢谢华野首长支持。单副局长怎么样？上面关心崔副主任的安全嘛。时局动荡，局长说了，方副局长送到车站，我带几个弟兄送到天津。到了天津以后，中统方面有专人到上海，一路上就安全了。趁着旅客还没上车，崔副主任先送夫人孩子上车吧。去，帮崔副主任提行李，送夫人孩子先上车。是。崔叔，那我就只能送你到这儿。当心花了花了！慢点慢点！当心的花了！这个是樟木箱子，要抬起来啊！抬起来，抬起来呀！抬起来！崔婶儿。哎呦，方副局长，我先回去了。啊？不是说离开这还有半个多钟点吗？怎么会这么早走啊？徐局长专门安排人送你们去天津，我就不陪你们了。到了上海，给我打个电话。哦，那是一定的。方副局长，你看都3年了，您一直都叫我婶子。其实
你跟我们钟氏是亲兄弟差不多的呢。哎，侬过来，过来。我啊，帮侬讲句贴近话哦，这儿呢天天闹打仗，一点都不太平的。自己想想办法，把自己调走好了。上海、南京都比这儿太平，对吧？动动脑筋。好，我想办法。上车吧，我回去了。好。哎，伯琴，过来，来了，快来！跟方叔叔再见。方叔叔再见，方叔叔再见。听妈妈的话啊。嗯。再见。斯卡杜当心啊！再见。再会啊！再见。孟伟，照顾好行长。